大家好，我是于姐。有个朋友让我出一道简单的面包教程，还没等我说话，他又补了一句，他说我家没有烤箱，我也不想吃蒸面包，因为蒸面包没有烤箱烤得香。我想了一下就答应他了。刚好我们家孙女也吵着要吃面包，今天就用家庭的炒菜锅来给大家分享一道松软香甜的简单面包的做法。做好了以后一点也不比烤箱烤得差。学会了，大家都会夸你是高手。喜欢的朋友先点赞收藏起来吧。我们做面包，我们一般就选用这个赖高糖活性酵母，因为这个含30%的糖，40%的糖，糖多它也不影响起花，它具有普通酵母的功能，而且它抗高糖。我们呢，把这个酵母直接给它倒在面粉里，比融化水醒滑的更好。这都是我们平时摸索出来的经验。像我们这一袋酵母刚好是5克，5克呢刚好做1斤面的，一顿吃1包，特别的方便。酵母加上以后，给它倒入一个干净的盆子里面。我们这个面粉是500克哈，加白糖60克，盐2克，加盐增加复合口感，然后再打上1个鸡蛋，用300毫升的凉水和面，边倒边搅拌。先在鸡蛋这个地方给它倒一倒，然后呢给鸡蛋搅散。这样在和面的时候啊比较均匀，然后给它搅成大面絮状。水是少量多次的加，面粉的牌子不同，吸水量也不同，水可以适量的增减。先把盆壁上的干面粉给它焯一焯，以免等一会儿干了难以焯掉。这都是和面的小技巧哟。搅拌着无干面粉时，我们现在开始下手揉面。随便给它揉一揉，揉成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直接给它放在案子上，我们就用手就像这样，像洗衣服一样，给它搓回去，再给它拉回来。像这样里面有条面疙瘩，还有这和不均匀的，一会儿就会要拉均匀。我们做面包，像这样搓面，第一个不容易起筋，第二个很快就能把它和的出手套膜。我们做这个面包尽量用高筋面粉哈。有很多的朋友不知道什么叫高筋面粉，你要是不懂的话，你就看它的面里的含的蛋白质，含12%以上的都叫高筋面粉，12以下的叫中筋面粉或者是低筋面粉。就像这样给它扯断，然后再给它拉回来，要重复这个动作。开始的时候沾手沾案板是正常的，不用管它。像这样很快就可以把它揉光滑，它自然就不是那么粘了。揉至像这样子拉起来有一点点的薄薄的膜，看见吗？像这样子。这个时候我们呢加30克的黄油，黄油加上以后，我们继续给它揉搓。做面包加黄油是少不了的，因为面包是有一种奶香味儿，所以这个黄油呢也叫奶油，它是在牛奶里面提炼出来的油，它就叫黄油。我们还用这样推拉的手法给它推拉，给它和均匀就可以了。我们再次把黄油给它揉搓均匀，我大概又揉了5分钟左右。现在我们来检查一下，像这样子给它拉起来扯一扯，像这样能扯出一个薄薄的膜，像这样就差不多了。我们再次给它揉搓均匀，像这样一个光滑的面团儿，然后给它放在盆子里面，上面给它涂抹一层食用油，然后我们盖上保鲜膜，防止表面烘干。上面抹点油呢，主要是等一会儿醒花了，它以免粘保鲜膜揭不下来，像这样子就可以了。给它放在温暖处，醒花至2倍大。过去了半个多小时，看看我们的面已经醒花的满满的了。这要不是保鲜膜，都已经醒花漫出来了。我们手上撒一点点的手粉，案上也稍微撒一点点的粉，然后把我们的面包面给它倒下来，然后就像这样子，按压排气，不用再次揉搓，随便像这样给它搓成长条，然后我们再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然后我们把垫上撒一点点的干粉黄粘，拿一个小剂子
给它放在上面，在两边给它沾点面粉，像这样它一面沾手，用手使劲的给它按压，按压排气，然后折叠。这个角儿4个角儿往里面折叠，这个像特别的容易。折叠完了以后翻过来，像这样就是一个小剂子了。然后在手掌心里面像这样给它团一团，像我们这样的一个面包生胚，特别的圆，特别的光滑，就做好了。做好之后，均匀的给它摆放在烤盘上，盖上保鲜膜，防止表面烘干。这一次呢，再给它醒花至2倍大。醒花至这个面啊，摸起来轻飘飘的，就像气球一样，摸起来有肥弹，像这样子就可以了。好，我们下面来开始起锅。锅烧至无水的时候，我们多倒一点点的宽油，油宽一点，等一会儿好操作。油烧至温热的时候，我们轻轻的下入我们提前准备好的面包生胚。为了它里面的气体排出来，我们连这个油脂一起给它下锅。等它飘起来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纸给它拿出来。我们这个油脂是耐高温的啊，它是没有毒的。你假如说你要动的话，里面的气体很快就会出来，会把面包啊，它会把它缩小的，所以呢我就不敢动。我们炸至一面焦黄的时候，我们呢再给它翻上一面，用小火慢炸，火千万不要大了，火大了外面炸糊了，里面还不熟。来回的翻面，翻至8面金黄了，像这样子就可以出锅了。出锅，哇，黄喷喷的，看着好有食欲哦，比糖糕简单，比油条营养。哇，颜色真漂亮，这一锅也出炉喽。好，全部都出锅喽。按我这个方法做，蓬松暄软，特别的好吃。没有烤箱也可以做，虽说是油炸的，一点都不油腻哦。掰开一下让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蜂窝组织特别的丰富，一点都不比烤箱烤的差，松软香甜，好吃不油腻。有空你也试试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我是于姐。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啦。